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逻辑思维。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和你聊《棉花帝国》这本书。那昨天我们说的是，从棉纺织业开始，工业革命摧毁了小农经济啊，构建起了一个全球分工网络。这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趋势啊！所谓时代大势浩浩汤汤，这个趋势一直发展到了我们今天，而且还要往前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些反抗工业化、反对全球化趋势的人也有很多啊，每一代都有。最著名的谁啊？印度的圣雄甘地。甘地老先生最著名的形象就是他那个用手摇纺车纺纱的样子。这幅照片我放在文稿里了，你可以去看看。可是要知道啊，甘地可不是你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形象啊，一个骨瘦如柴的，好像也没什么文化的印度老农民，不是。甘地是正经的英国留学生啊，原来是西装革履的一名律师。那奇怪，他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搞成这副形象，还拍下这幅照片呢？因为甘地的主张。他带头反对工业化，反对机器，反对铁路，反正他反对英国人给印度人带来的一切现代工业成果。他主张恢复到传统乡村的手工劳动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手工纺织业啊，所以他才拍了那张著名的手摇纺车的照片，而且到处传扬。那这张照片是1942年拍的了，隔了这么多年啊，我们怎么评价甘地当时的想法和做法呢？最简单的一句评价就是螳臂当车嘛。你想，工业化全球化的趋势，这哪是靠一个人一个主张就能倒流的？要是当时印度人真的听了甘地的话啊，回归手摇纺织，那不用想啊，肯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亿万印度人没有衣服穿啊，这一定是个悲剧。我过去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两天我看了《棉花帝国》这本书之后，我对甘地当年的想法和做法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此话怎讲？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背景。昨天我们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棉纺织业突然爆发，对原料的需求极大。那这原料就是棉花，它哪儿来呢？去美洲搞棉花种植园。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奇怪，你想过没有啊？当时的世界，印度那是传统的棉花生产大国呀，而且当时印度也已经成为英国稳固的殖民地呀。这英国它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后院印度推行棉花种植园呢？英国人不是不想，他是做不到。为啥？因为遭到了印度农民的强烈抵制。那问题又来了，印度农民为啥要抵制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1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样子嘛。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小农经济也差不多都是这副样子啊。一户自耕农，比如说家里有10亩地啊，可能3亩用来种植主粮，3亩种植什么玉米大豆之类的，还有4亩种上棉花，院子里种点蔬菜啊，种出来的粮食自家人吃，种出来的棉花老婆在家纺织成布，一家老小有吃有穿，平平安安过日子啊。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井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啊。那请问这种日子好吗？我们得老实说，一点儿也不好。为什么？生活很艰苦，劳动强度很大的，一年忙到头，不过得个温饱啊。要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或者是官府的横征暴敛，那就可能挨饿呀，这都是事实。这些都不好，但是请注意，有一点很好，那就是一切因果关系都很简单。一家人如果挨了饿，谁都知道这是为啥呀？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要么是懒惰啊。那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和这些方法的边界呢，也都很清楚啊。所有这些都由来已久，近在眼前，没有什么不可琢磨、不可理解的怪事儿。请注意啊，一切因果关系都很简单，一切都可以理解，这对人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福利啊！人会因此生活在巨大的确定性和安全感中。但是如果农民加入了种植园，会怎么样？好，家里的10亩地可都种了棉花了，要吃粮食蔬菜，可以卖了棉花换成钱，到市场上去买嘛，
听起来挺好吧？如果只从经济学上分析，这是分工深化呀，这是协作网络建成啊，整体的效率肯定是大大提高啊，大家的福祉都增进了。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心理上的确定感和安全感，它就真的没了。出售棉花到底能挣多少钱啊？这农民自己说了就不算了，完全由远方某些他既不知道，可能终身也不会见到的人来决定。他既不了解，更无力影响远方的那些人和事儿。也就是说，他和他家人的命运变得难以把握，而且不安全了。所以印度自耕农才强烈抵制加入棉花种植园嘛，这个原因就可以理解了。英国人也尝试过几次，软硬兼施都干不成。那对刚开始的英国人来说，无所谓，好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很发达，大量的黑奴的服从和劳动确保了英国的棉花原料供应啊。印度农民不干就不干吧，算了。但是好景不长啊，时代的转折点来了。哪一年？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那这次战争呢，就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的全球原料危机。美国对欧洲的棉花出口从1860年的380万包猛降到1862年的什么呀？几乎是零啊！英国从美国进口的棉花下降了 96% 啊！到1863年，英国已经开始有大量失业的棉纺织工人啊，已经开始在英国的几个城市闹事儿，要暴动了。那既然如此，英国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啊，一定要把印度开发成棉花种植基地。那印度人不干怎么办呢？在大英帝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印度人不干也得干嘛。《棉花帝国》这本书里就提到了一个人，议员理查德·科布登。这个人啊，要说政治观念啊，那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可以说他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是要知道，这个理查德·科布登还有另外一个世俗身份，什么呀？他是个棉花制造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呀，他说亚当·斯密的想法不适用于印度啊。所以你看，在利益面前，这政治观点啊、经济观点那是可以随时变来变去的。好了，那英国人在印度怎么干呢？什么修铁路啊，调整税收政策呀，提供棉花种植的技术支持啊，反正威逼利诱。结果就是大量的印度小农终于被卷入到了这个棉纺织业的世界大分工中。数字我给大家报2个啊，1860年印度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总量只有可怜的 16%， 但是2年后呢，到了1862年，这个数字居然涨到了 75%。 那结果是啥？悲剧很快就来了。你想，南北战争中棉花价格那是居高不下啊，但是1865年这南北战争就结束了，美国又可以生产棉花了。好了，棉花价格暴跌，当时印度就有一批经营棉花的进出口商破产，但是这只是一个信号。接下来的30年，全世界棉花价格持续下跌，请注意啊，是持续的缓慢的下跌，这是钝刀子割肉啊。印度的农民只要是19世纪70年代从传统小农方式转为单一种植棉花的，都陷入了那种叫越来越绝望的境地啊，是温水煮青蛙。因为是缓慢下跌嘛，几十年过去了，新一代人甚至连种粮食都不会了。好了，到了1890年代，印度的主要产棉区就爆发了彻底的饥荒。为啥？就是因为粮食种植面积少了。如果棉价在下跌，那农民的收入就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啊，接下来当然就是全家没饭吃啊。这些印度农民的处境甚至还不如美洲的黑奴嘞。你想，黑奴至少还不会有被饿死的风险嘛。我们再看刚才提到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他出生在哪一年？1869年。所以圣雄甘地成长的过程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印度农民被殖民者裹挟进全球生产体系，然后落到悲惨命运的过程啊。所以你想，这甘地当他有了社会影响之后，坚决要求印度回到小农生产，而且还拍下了那张著名的手摇纺车的照片，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啊？今天我们回看这个过程啊，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
过去我们一旦听到什么分工啊、协作呀、全球化呀、技术进步这些词儿，我们感受到的往往都是这过程带来的效率改进上的好处，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个过程在安全上带来的坏处啊。听完了今天这个印度的故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坏处，它不只是一些保守者的杞人忧天，它是真会兑现为惨烈现实的。所以呢，一个完整的一轮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是分成2步的。第一步是技术改进、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第2步呢是要为这个效率提升买单的是人们的安全感的破坏和重建过程，这往往更艰难更漫长。只有当这2步都完成之后，我们才敢说全人类这一轮是扎扎实实的踏上了一个新台阶。好了，理解了这个完整过程，再来回想我们这代人其实我们不正是生活在这2步之间吗？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逻辑思维，明天见。